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琪。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这次去韩国买到的一个很有趣的底妆产品，它是 April Skin 的一个粉霜。那为什么说它很有趣呢？它长得很奇妙，它是一个呢很像气垫的东西，但它上面有附一个玫瑰的刷具。那它的产品名称是 Rose Glam Moisture Cover Foundation。总之，它就是以玫瑰为主轴，然后应该是讲求遮瑕力很好的底妆。那为什么我会买这个产品呢？是因为之前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 YouTuber 叫做 Tina， 大家知道 Tina 就是很常那边拍试用影片的那个 Tina。然后之前就是有看他拍一个主题是 Rose Beauty Products， 玫瑰类的各种产品，他有在里面用到玫瑰的面膜啊，然后玫瑰的底妆，还有玫瑰的打亮，总之就是各种的玫瑰产品。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他用这个底妆，因为他平常会给产品打分数，就是1到10分，他给这样产品10分，里面有9分，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买来试试看，我就觉得很有趣。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玫瑰的地方就是在它的刷具。总之呢，如果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人就继续看下去吧。这次呢，我买的东西里面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包装，还有3个气垫粉扑。那我没有用过 April Skin 他们家的东西，这次是我第一次买，所以我不确定有没有那么好用。然后其实我已经偷偷先打开1次了，但我还没有打开里面。我在 Tina 影片里面看到的时候，我以为它是很大一个的，结果没想到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小，就差不多一个手掌大小。然后这边写了一个 April Skin， 这边打开呢是刷具。那打开是会有个镜子，然后这边有包膜，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塑胶封膜。那我现在来把这2个膜都打开。OK， 我觉得是香的，然后不是味道很重的那一种。它的这一块跟一般的气垫粉饼差不多大小。那我现在皮肤状况是今天早上起来保养好，不过我觉得我最近的皮肤状况没有到很好，因为出国太累了，然后回来长了很多一颗一颗的东西，镜头上好像看到没有？有看到吗？最近长了很多一颗一颗的东西，就是过敏，然后这边也是，所以最近的皮肤状况。好，我来试喽。我画了1圈，然后现在是这样子。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它不可以用太多，因为很容易就不好看。我觉得很像沐浴乳的味道。然后刷子整体上在脸上是舒服的，不过会有一点点的刷痕，但是多刷几次以后就还好了。啊，太多了 ，shit。那避免它刷痕比较好的方法是再轻轻用它的刷子这样轻扫过，我觉得刷痕比较不会那么明显。那我带一点到下巴，但因为我不想要妆感这么重的感觉，所以我想要把它的那个粉用掉一些，然后再把它刷得自然一点。好，那目前上完半边脸是这个样子，它对于遮我鼻梁的泛红其实还蛮有效果的，然后整体是就像是气垫的光泽感。那我实际上看并不会觉得很厚，那因为它是粉霜，我就建议大家使用量要非常非常少，因为我觉得它的遮瑕力算是有的，你上太多很容易会有很厚重的感觉，然后黑眼圈可以遮掉真的蛮多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妆感是这样，轻微的遮瑕疵。好，那我就来把另外一边脸上完，顺便再来算一下，大概一边脸要用到几圈。好，那整个脸上完是这样子的妆感。我刚刚用了一下，半边脸差不多要用到3到4圈，就我而言，因为我会在第4圈，我会稍微再用一些些来加强我的黑眼圈跟鼻梁的部分。那其余部分其实我觉得
3圈其实已经蛮够了，所以整张脸呢，差不多要用到，我觉得不要太厚的话，差不多6到8圈，其实整张脸就已经很够了。那你如果想要再强一点的遮瑕力的话，再上。好，那我现在来把我的脸上妆容完成以后，我们再来做新的分享。应该还没拆封哦。我这次是买 The Same， 我买了01号跟一个打亮色。那我之所以会想要买这个遮瑕，是因为之前跟友香姐一个彩妆师一起工作过。大家要是有看我之前跟彩妆师的影片的话，应该就会看到，就是他极力狂推这一个遮瑕，所以呢，我就来买买看。那之前想买的时候一直忘记，然后这次就终于找到机会，刚好去韩国工作，就顺便也买。然后这一支非常便宜，我有点忘记多少，就是也是100元商品。哦，很遮哎，很遮哎，棒棒，不错不错，保湿力也很好。因为韩国的商品那边天气干，所以他们都会做的比较保湿。哦，很不错哎。哦，再用一点。因为之前跟彩妆师一起工作的时候，尽管他们用什么东西，我不会第一时间就在镜子里面看到它会是什么妆效。可是我觉得这一个的遮瑕力很好。然后买了另外一个是它的偏粉色的打亮色，那我就把它放在这想要打亮的地方。然后我今天也是少虾依旧在很严重。好，我觉得提亮效果很不错，因为我皮肤很白，其实不一定会遇到真的是有提亮效果的打亮。那这一支我觉得还不错，可能韩国人很追求那种底妆面具白，所以他们就是会出到这种很白的打亮，刚好就很适合我。那我刚刚上了底妆，又在上了遮瑕，又在上了打亮，但目前不会有很厚重的感觉，我觉得很不错。因为我蛮讨厌我这边有凹凹的，所以我这边可以的话，我就都会打亮。那现在底画好了以后，我就来帮眼下定妆。我这次买了一支 Esport 的刷子，我会买它是因为它真的很软，你们看到吗？它这么软，然后它本身呢，除了本来有一个套子这样套住以外，它还有附一个这个，就让你带出门的时候，你的刷子不会炸开的一个好物，连这样把粉弹掉都超弹的，也许也很适合拿来刷打亮。刷具部分我这次还有另外买2个，是 Etude House， 一个是脸部用的刷，一个是眼部用的刷，那就是双头的。然后这个的心得分享呢，我再把它放在资讯栏下面。这次我还有另外去买 Etude House 的眼影粉，一个有点紫金色跟黄色的眼影，然后还有 Mono Eyes 的眼影霜。我想要来比较一下它跟那个我上次分享眼影霜有什么不一样。但因为今天我说我要用我买到的东西画，可是你看一个红一个黄一个紫，我有点不知道我要怎么画，试试咯。那眼妆画好以后，我们就来画腮红。这是我在免税店买的 Benefit 的太阳花腮红。这是我记得1、2个月前我在网络上看到，然后看到韩国人分享这个，然后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后来发现是它还没有上市，因为我叫我朋友去韩国找，那时候就是店面都还找不到。后来呢，他就找到了，可是因为那时候赶着回台湾，他就没有帮我买。然后这次在免税买到了。那依旧详细的那些废话，我就在另外一个影片里面讲。那我
先来刷喽。哦，很美，看到吗？这个光泽，很漂亮非常非常漂亮。喜欢，非常漂亮。不过我没有非常喜欢这个刷子，因为我觉得刷在脸上觉得还是略显粗糙。但还是没关系，我觉得它真的是太漂亮了，而且香味跟妆感我也非常喜欢，我觉得很美。口红部分，我这次去韩国只买了2支，这次是买了 Laneige 的新品，在台湾刚上市。大家记得我之前有去参加兰芝的活动吗？我拿到一个礼盒，然后里面有这么多口红，它总共忘记出了不知道20几色还是30几色。然后这5支颜色呢，我大概试了4支，我都非常喜欢，所以我这次打算用这些来混。那为什么要说混？因为这次我买这2支是黄色跟灰色，所以呢，我今天就要拿它们来混色，用这个色来混黄色好了。今天就是一个黄黄的人，可以看到吗？它就是真真切切的黄色，然后拿来混色就非常漂亮。就你原本可能是这个色，你想要它多一点不一样的颜色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用混的。那我会买这2支呢，是因为我想说，其实自己口红已经很多了，又再买口红是不是有点太无聊？那时候就是参加活动遇到这一支，我就觉得，它的那个滋润度也不错，显色度也很好，所以我觉得买它来调色应该是还不错的选择。韩国卖比较便宜一些些，就一些些，所以我就想说拿回来用。那灰色的部分就是可以把唇彩调的颜色变得浊一些。那如果更好的方式是，如果你有一些刮棒什么的，你就可以直接把口红给刮下来，就不会这样了，就是上面沾到别的口红的色。很可爱。自己调色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调出一些就是你在市面上比较买不到的颜色，就可以去把你可能仅有的5支口红调成10个颜色，甚至是你再叠混就会有更多不一样的颜色。所以其实我觉得像现在有出很多像是这次出的黄色、灰色啊，之前也有出一些黑色啊什么色，这种色就是拿来混色，其实会蛮漂亮的。那这次我买到的东西里面，我没有一样是我觉得是雷的，就是我觉得都是好用的，因为我就是都挑过以后跟看了很久而下手。总之我现在已经把妆完成了，今天底妆用的就是今天这个产品。先来讲外观，它长得有一点像是有一些眼线胶笔上面会附刷具，然后它就是做的上面长长的，那我觉得它就是跟它一样的那个概念，不过它是在上面放脸部的刷具，所以变得比较大。那就外观而言，我觉得这一个外观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塑胶感比较重，比我想象的小是真的，但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点占空间，因为其实你看它就是这部分呢，就是像一般的那个气垫粉饼的一半差不多大小，可是它光这里就超级占空间，整个而言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商品，所以其实这个外包装我没有很喜欢，我主要只是为了它的那个。就是因为 Tina 有试过，所以我就想要买来试试看。然后再来讲它上面这个刷具部分，那刷具呢是这样子，就是大家有听到吗？就是卡进去的，所以你平常放在包包里其实应该不太会掉，因为我觉得它卡得算是蛮紧的。然后它的大小跟一般的这类平头的粉底刷差不多大，就是头啊什么的其实都差不多大。然后它做了一个这个，我现在才发现，就让你在收进去的时候比较不会用到刷毛，然后下去以后它又会这样，又会回来了。所以你只要每次放下去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往下拉，你再把它放下去，然后拿起来呢就会是这样。因为我刚刚要把它放下去的时候，我一直会很担心，就是要一直把它用好，很害怕用到刷具让它烫烫。可是我刚刚发现它有一个这个功能，我觉得还不错。所以这个也许你平常把它这样收起来，这个等你之后用完以后，你这样收起来，你有在洗，你把这个装起来，其实也是可以拿来当你平常刷具使用的。然后来讲使用感，它呢不是那一种会让你觉得刺不舒服的那种刷具，因为你看我现在这样刺，我都不会觉得不舒服。可是呢，它有一个小缺点，就是我不知道是粉霜的问题还是刷具的问题，就是你沾太多的时候比较会有粉痕。
可是就我目前而言，脸上看不到粉痕，因为我刚刚是刷太多的时候比较容易有粉痕，可是当我把上面的霜稍微抹掉一些以后，就比较不会有粉痕的问题。大家看得懂吗？就我觉得它使用量少的时候是完全不会有粉痕的问题。你们看，使用量少的时候不会有粉痕的问题，可是当你用量过大就会有粉痕的问题。所以我不知道是这个粉霜的问题还是刷具的问题。大家看得到吧？现在量很多。为什么我觉得在手上不会有粉痕啊？怎么会这样？我必须说，在手上的刷痕好像不太明显所以我就用讲的，就是它在脸上你上过多的时候会有刷痕，这时候我就会把上面的那个粉稍微用卫生纸清掉一些以后，再轻轻这样刷，粉痕部分就可以减少。所以目前就我现在这样看，跟我看镜子是没有粉痕的问题，所以刷具部分我是蛮喜欢的。然后因为呢这里是密闭的空间嘛，就跟你用气垫一样，所以建议这个也是要常常清洗，用过1次2次以后，我建议就可以洗，最好是每次洗啦。因为我常常工作遇到的彩妆师，他们都是每天刷具回家都会请助理洗，所以每天洗刷具其实是对脸比较好。然后我把它放进去前，我会先在卫生纸上面把剩余的粉给用掉，再放进去。那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这一边左手是有上，右手是没有上。颜色部分其实我觉得跟我的肤色很相近，因为我是买21号的最白的颜色，然后我很喜欢它的光泽感，然后它的整脸的那个遮瑕度我觉得很不错，因为你们看这边还是有一些些的泛红啊、血管跑出来，可是这边基本上都遮得差不多了。我还不知道就是你上很厚会怎么样，但我觉得就是它的薄上其实遮瑕度已经蛮不错了，所以我觉得不太需要上到太厚。但其实我真的在镜头上看，我觉得是有比我的肤色稍微再深一些些，这边是有上，这边是没上，再深一些些，就一些些。可是我觉得不影响啦，因为底妆皮其实平常本来就很难找到就是真正很符合肤色的，所以这一点我倒是觉得还好。我觉得它也不太会让皮肤看起来很糟啊、卡毛孔什么什么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把肤况调整的蛮好的，然后也不太会有那种屑啊，然后眼下也就我刚刚还有在另外上遮瑕，但是我觉得保湿度真的算很不错，然后也不会让我目前就是我自己认为的肤况不好的地方变得很明显。然后法令纹的部分，我也觉得不会让法令纹就是这边卡粉啊变得很明显。然后香味部分我也蛮喜欢的。总之呢，以我就是干肌跟皮肤很白这个状况来使用的话，我觉得使用感算是很不错，妆感我都还算是蛮喜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就目前我还没有出门而言，这样子算是很不错的。至于持妆度部分呢，我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分析，因为我今天就都是没有出去走跳，我都是坐在这边拍片。我从上妆到现在好像没有超过3个小时，我都是坐在这边就是讲话啊，我只能测试它是否有卡纹，但就没有办法实际做它的持妆度。所以呢，要是我之后有使用这个产品，有出去走跳，我再把它的那个持妆度是否适合台湾天气，跟是否适合我的肤况等等，我再把它加在资讯栏，大家记得回来看。那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妆容。那总之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次见，拜拜。怎么拿开？好呀。OK， 是 OK 的镜子。镜子有什么好不 OK 的？然后这里，怎么这里也那么难开啊？好，目前上半边脸，半边。我会买这2支是因为